阿弥陀佛，不知燕宗主缘何出现在此地？哼，你老秃驴都能来，我为何不能在这里？雪庭大师，雪庭大师贵为周朝国师，竟也半夜来齐国抢猪羊册，还要不要脸了？慕容家主不必如此激动。自周朝换代，老衲早已不是国师了。今夜前来，不过是受故人之托，帮其物归原主罢。明明是自己见宝起义，偏说是受故人之托。难不成原主给你托梦，请你将周阳册齐齐的烧给他吗？云父帮主，你可千万别上当。六合帮实力不济，强行藏宝，是祸非福。我愿交出残卷以求平安。敢问大师，若我交予你，能否保证六合帮众人的安全？阿弥陀佛，云父帮主深明大义，老衲焉敢不尽心力。好，我信你。残卷就在这竹筒中，我留下竹筒，且慢。老秃驴，本座来会会你。真好，快走。好。阿弥陀佛。想跑？燕宗主，上去！上屋顶了。燕宗主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等只是小人物，能否不要戏弄我们？这怎么能叫戏弄呢？下面那帮人争抢的东西，此时就在你手里，你难道就没半点欢喜？燕宗主，你抢夺残卷就罢了，塞给一个外人，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不是很想看那里头写了什么吗？这样争下去也没个头，不如人人有份。若我来念，你们肯定不信；若有你们念，我也不信。倒不如交给他来念。可他是个瞎子，如何能看见？哼！这下能瞧见了，你念吧。皮藏义，后天为妄义，先天为性。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兑，闭其门，错其锐，解其分，和其光，同其尘。晋江文学城，孟西石原著，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、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古风武侠广播剧《千秋》第3集。念完了。如此，他便无需存在了。燕宗主，朱阳册残卷何等珍贵之物，已经把它毁了。没了，才叫珍贵。方才已念了一遍，记得多少是你的事。燕宗主，两位施主并非江湖中人，消息传出，免不了会有人朝他们下手。你不杀伯仁，伯仁却因你而死啊！老秃驴，你虚不虚伪啊？
你师从天台宗还没判出师门时，天台宗那卷朱阳册肯定看过。当周朝国师时，内宫那卷朱阳册想必也看过。如今再加一卷，得了便宜还卖乖，说的就是你这种人吧？阿弥陀佛。无事就算了吧，他得赶紧回去，兴许还能默写出一二。他们就这么走了？方才六合帮让我们跟他们一起走，你为何不答应下来？那样岂不是更安全？那我拒绝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阻止我？与他们相比，自然是你更可信。那位云父帮主要我们同行，只是怕自己听的内容不全，想在默写时有人可以问。与他们同路，往后若有什么危险，我们会第一个被抛出来。哦，怪不得那婆娘突然这么好心，原来早就藏了一肚子坏水。唉，你说的对，经过今晚，我是不敢再想加入六合帮了。像我这样半点武功都没的，进去了估计一辈子打杂。哎，你眼睛怎么了？不是好些了吗？大概方才被强行激发，用过头了，现在一丝光都瞧不见。那些人都不是好东西。还有那个叫白蓉的，扮成小和尚，那原来庙里的住持和小僧，该不会被他灭口了吧？他们果然被灭口了，师弟就在住持房里。他这么厉害，让他们不能动不能说话不就行了？为什么还要杀人呢？他习惯了。有些人做事从不需要理由，他们自诩凌驾于别人之上，生杀全凭自己喜好。老住持让我们借宿，也算是有恩于我们。明日一早，你我一道给他们下葬，然后再进城吧。好。怀州城里倒是热闹。你走快些啊！不会有人注意到我们的，咱们连性命都没保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我觉得他的担心很对。话说回来，昨夜光线暗淡，奴家竟没发现郎君生得如此俊俏，险些错过。啊，是那个小和尚。不知这位娘子找我等有何贵干？什么这位娘子叫得这般生疏？我姓白，叫白蓉，你也可以叫我小牡丹。昨夜你们俩一个念一个听，想必都记住不少内容。我呢，有些词句记不大清楚，想请二位帮忙补全。事成之后，你们想要钱财还是美人，都能得偿所愿。您找错人了，他不识字，我是瞎子。昨夜也只是照本宣科，念完便忘了，怕是帮不了你的忙。你们现在心慌意乱的，自然想不起来，待跟我回去就好了。奴家生得这样好看，你们忍心让我失望而归吗？师妹好兴致，这是又准备杀人呢？霍师兄哪里的话？
啊，这样俊俏的郎君，白师妹若是要杀掉，不如先将她的脸皮给我，如何？霍师兄说笑了，我没想过杀他们。倒是你，为何会在这里？昨夜朱阳册残卷被毁之前，燕无师曾让人念了一遍。白师妹当时也在场，那如今想必默写出来，准备交给师尊了。不如你将东西交给我保管，一道回去复命。师尊当我是傻子成功，快跑！好。别跑了，跑了大半个时辰了。先找一家客栈。我们不出城吗？你想到的，他们也能猜到，所以不能出城。况且，城中人多，他们不容易找到我们。方才他们怎么这么轻易放我们走啊？白荣和那个男人不和，一时半会儿顾不上我们，但是也不会让我们落入他的手中。那男的很古怪，生跟个老人似的，脸却那么年轻。他用了偷天换日之术，把别人的脸皮剥下来贴在自己脸上，永葆青春。你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怎么会知道那人用了换脸术？我有时候也会想起一些事。客栈到了没有？到了。小二，住店。来了，二位郎君里边请。沈乔呢？我在这里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今日我们就此分别吧。为什么？白荣和他师兄周旋之后，定会回过头来找我们。六合帮那边虽被我拿话打发了，但事后未必不会后悔。还有那个慕容清，若他调动官兵找我们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朱阳册的诱惑太大了，相比当时在场的其他人，我们就是软的不能再软的柿子，谁都可以要了我们的命。那怎么办？哎，我们也不是故意听的，那玩意儿那么拗口，谁想听啊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们二人同行已成标志，为今之计，只能各自分开走了。那好吧，可你一个人行吗？怎么不行？之前在阜宁县，你瞧我一个人不也好好的吗？那等出了城，我们还能再见面吗？看缘分吧。你准备去哪里？走一步算一步吧。什么时候身上的钱用完了，说不准就在当地安顿下来呢。寻个门风清正的小帮派，以你的聪明才智，想必很快就能出头了。随便吧，我不想往南了，想走北边去邺城看看。听说那里很繁华，出人头地的机会应该也多。那我先走，你要保重。你也是。给我2个烙饼。好嘞。
郎君走好。喂，谁在推我？郡王好剑法，百步穿杨，力无虚发。哎，前面的，你们都不许动，我要射他。啊！贵人饶命，我是良民啊！良民又如何？本王想杀便杀。你抬起头来，我看看。是。虽然肤色黑了点儿，倒也清秀，四肢看着也柔软。我若饶你一命，你有什么报答我呀？草民自当做牛做马，为贵人驱遣。那好，来人，带回去给我洗干净了。是。贵人饶命啊！我没什么姿色，我不想跟您委屈啊！不识趣的人才热死，是他的福气。他居然拒绝，不如当场射死算了。贵人，小人无甚姿色，不值得贵人如此高看。但小人认识一个人，他比小人不，比这儿所有人加起来都要好看。乡巴佬，竟然说见过比我们加起来还要漂亮的人，什么东西啊？你说？那人就在城里。贵人不信的话，我可以带您去。只是他是个瞎子，怕贵人见了不欢喜。哦，瞎子，我还没玩过瞎子呢。绑床上的时候，想必也不用蒙住双眼呢。来呀，我们去！就是我们去呀！这位贵人，其实那人身体也不好，怕会让您扫兴。你推三阻四不想带路，就自己来顶替吧。你身体好，想必怎么玩都没问题。让你脱光了，跟我养的狼狗一起玩好不好？沈娇，你别怪我，我是被逼的。小人这就带路。是谁？是我。陈宫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快进来吧。你说的美人也并不如何。哎，陈宫，你还带了个什么人来？你叫什么名字啊？陈宫。哼，别叫了。陈宫跟我说这里有个美人，我本不信，觉得这小子没见过世面，满口虚言。不过现在一见，他也没有夸大。我乃城阳郡王穆提婆，深受陛下爱重。你若肯跟我回去，从今往后自然是锦衣玉食，富贵荣华。陈宫，是你向他透露了我的行踪。我也是没有办法，不把他们带来，我自己就要去给那个穆郡王做牛做马。你以为将他们引过来，自己就能逃过一劫吗？你问问这位城阳郡王，他可愿意放你走？不错，这小子虽然比不上你一根手指头，但头脑灵活，一张脸也还能看，当仆役正好。你刚才明明说放我走的。把他拖下去。哎，是，放开我！走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乔。哦，大乔小乔的乔嘛，倒是名副其实。山桥的桥。哼，怀柔百神，集合乔玉。这个乔字有些凌厉了，不是美人该用的。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。好好好，你喜欢就好。阿乔，你好。郡王，没事吧？去，叫他给我回
我捉下来！拿起来了！这儿啊！看见了吗？这什么呀？摔下来了！肥头，他这是打了贼的吗？还有谁来？废物！这么多人上去，还打不过一个瞎子，鸭都能压死了。沈乔，你方才没用内力，单凭招数撑不了多久。这客栈我已叫人围起来了，你若识趣，便乖乖跪下来求饶；若不然，又怎样？若不然，你别想。什么？你用内力，多说无益。你这样做，自寻死路。是不是自寻死路也不知道，但今日你不放我走，只怕你的喉咙要先被我掐断了。我微不足道，还贵人一条命，这笔买卖划算得很。你们去外头说一声，让他们都撤走。是。郡王早这么爽快不就好了？走吧，还请送我到城外，再给我一架马车。一个瞎子，要马车有何用？难不成还要我再给你派个车夫？有道理，那就劳烦你再陪我一段。想必车夫也不敢不聪明。你，很好，备马车，把车夫也叫来。好。我真是小瞧你了，走了2日1夜，连我的随从都甩开了，你竟还能跟个没事人似的。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怎样。既然如此，你何不从了本王？随我回郡王府去，本王什么都答应你，还教你世间最极致的销魂滋味。你武功再厉害，3000骑军总能让你俯首称臣。若早知这次会碰上你，我定让齐弟给我拨人。3000不够就5000，他想必也乐意得很。你要干嘛？你倒是提醒我了，我不要你死，但要你日后不能再祸害他人。子孙之事，你就不必再想了。是为了不连累陈宫，才与他分道扬镳。结果一腔善意，转头就遭了背叛。当好人的滋味如何？你说的不对，我没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不知道他会遇见穆提婆，更不知道他会为了自己脱身而将祸水东引。我不可能用恶意去揣度他，然后心安理得地连累他。相反，假如他因我遭殃，我会良心不安的。沈掌教真是胸怀如海，只可惜你们玄都山不是人人都和你一样，否则你堂堂齐凤阁弟子，何至于被坤爷打下山崖？什么？没想到经历了这么多事，你依旧这般。那我留了。
还有何用？化身反虚，真气重生，这是朱阳策的望意卷。如此说来，你是不是也该好好谢谢我呀？你之前不是喊我师尊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换了称呼？都和你说了，我想吐血了。阿乔，你竟与魔门的人厮混在一起！你都能与突厥人勾结了，我又为何不能与魔门的人在一起？还不舍得走啊？等着你师弟将你囚禁起来，把手共叙兄弟情吗？劳烦燕宗主将沈某也捎带走吧。哼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写好一道题，若要你个比喻，是天涯变得悬为人泥，或未见红尘的一片云。你是我一道题，一场游戏，我是你赌你，想沾染了你，染风渐兮如河海无暇干净，泪淌过心脏回不了个白银，读不懂你，读不懂那些口獠牙的恶意，怎会吞噬你怀中温柔天地？你不似雪，也不像云，或许是月色一隅，万事成垢也不能染你。你是不解的谜，我读3000遍你，每一遍我都更加着迷。若恨填满我骨血缝隙，只要还余分寸凉薄爱意，都用来赌你，赌3000遍你，明知道解不开这一道谜题，我却还忍不住赌3000遍你，读不懂你，读不懂那些口獠牙的恶意，怎会吞噬你怀中温柔天地？你不似雪，也不像云，或许是月色一隅，万事成垢也不能染你。解多无情，你对草木人间是那么多情，所以相逢或许越难分寸绪。可我今
然沉迷于你，便受你温柔天地，也说着分给我的武器。我第3000遍读你，忽然读到你一句中。